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朝中大臣苏敬之通敌叛国，皇恩浩荡，苏氏全族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终生流放西域沙州，钦此。父亲，生儿，伯父，怎么办啊？西域沙漠荒无人烟，常年干旱，那是人活的地方吗？流放？不，这是老天爷给了我建功立业的机会。苏生，我看你真是疯了！沙洲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，还建功立业？我叫苏胜，前世是地质学家。沙洲地处丝路要冲，我知道那地方不是没水，只是藏得深。不幸的是，在我前往沙洲的时候，遇见了塌方。接着就穿到了古代，成了苏家的嫡长子，即将被流放的一员。在这个朝代，没有人比我对这片沙漠更了解。只要勘探好水源，打造坎井，引暗河灌溉，荒漠也能变绿洲。苏敬之，你们一家就在这片荒漠里好好忏悔吧。皇恩浩荡，我们苏家记下了。苏敬之，要不是你主张重开丝路，我们至于被扣上通敌的帽子吗？现在官差走了，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连个人影都没有，全族这么多张嘴，找不到水，半天就得全部渴死。60层，西北偏北15度，沉积岩走向。前世我跑遍河西走廊找了3年的那条暗河，此刻居然就在脚下。二叔，沙包不是死地，是重振丝路的天赐良机。若能辟出绿洲，重建商道，苏家不仅能活，还能活出个名堂来。开辟豫州，重建商路，荒谬！这是流放，不是让你创基立业。胜哥，我快渴晕了。你刚才说的那么好听，能不能先给大家找点水喝啊？就是，大家嗓子都渴得冒烟了。骆驼从根深5丈，指向水脉生。我能靠这个找到暗河，解决水源的问题。解决了水源，我们就能在这沙坡安营扎寨。你爹读书读傻了，你也跟着傻。这破地方要是能有水，朝廷早派兵驻守了。你自己看。你当我没见过石沙？沙漠里昼夜温差大，表层结露是常事儿。凭这个你就要挖穿沙海去找水吗？不是表层结露，胡杨枯而不死，这是地下水脉的征兆。只要往下挖，就能出水。放屁！3丈内要是能挖出水，以后你就是我二叔。不需要，我只需要挖1丈。1丈就能出水？1丈出不了水，但能试出水离地面有多远。是，大家都口砍，谁有力气拿命跟你试？命试不出来，要拿功夫试。二弟，半袋麸皮只够3日，3日之后若无水，全族皆死。让阿胜试试，万一成功了，大家就能活下去了。在流沙地里挖1丈深，你知道要多少人力？挖到一半塌了，把人埋里头，怎么办？流沙怕的是蛮力，要的是巧劲儿。我只需半个时辰，再加一把趁手的石铲和一根匀水的芦杆，就能挖成。哼哼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挖出水来。前世在敦煌，我能用洛阳浅探孔，现在没有钢器，只能用石片分层剥离。一旦挖穿隔水层，沙壁也会瞬间崩塌。必须用芦管引水。流沙这东西，他的手可从来不杀招呼。是水，真的是水，有救了，我们有救了。这水这么浑浊，
能喝吗？这是承压水，上面隔着3层砾石绿沙，比井水还干净。如果沉淀半日，比清泉还要甘甜。承压水，圣儿，你从哪儿学来这些？爹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哥，甜的，这水是甜的。真的是甜的，大家有救了！阿胜就是我们的大救星。多亏了阿胜啊，圣儿，这水能出多少？爹，这一眼泉是暗河的支脉，日涌量约莫3市，够30人饮用。可有法子增水？有，暗河的主脉还在西北3里外，那里水量是这里的10倍，深埋地下2丈。若要引出，需掘暗渠、设渗井、铺芦管引流，工程庞大，不是1天能完成的。2丈深，那得挖到什么时候？无论多久都要挖，只要有水，我们就能活，活下来就能垦荒，将来大家就能在此地筑城安家。圣儿，急不得，有这眼泉，全族能活3日，不如之后大家再想办法。不行，今日找到的这一口活水，就是未来建设沙包重镇的泉眼，必须引出主脉。建设沙洲重镇，这地方荒无人烟，咋建设呀？就是啊，现在大家能不被渴死就已经谢天谢地了，还搞什么建设？对啊，哥，现在这点水只能勉强解渴，大家能不能挺过今晚还不一定呢。3日之内，我能引出水源主脉，到时候大家就不必再为水发愁了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大家如果想活命，就必须全听我的。圣儿，你说吧，咱们接下来干什么？爹都听你的。第一，挖暗渠。挖暗渠需要人手，需要分工，需要有人掌勺，有人运沙，有人护虎。第二，找资源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任何资源都不要放过。要是能找到葡萄藤，我们还可以酿酒。爹，二叔，你们带些壮力去挖暗渠。瑶瑶，你带些人去附近搜寻可用资源，别走远，一有情况立马跟我汇报。是。郑哥，我们在那边发现了一处废弃的前朝驿站。太好了，快带我们去。沙漠昼夜温差大，这里正好可以让我们暂时先落脚。二叔，你带人把这里改造一下，先暂时定居下来。就算度过今晚又如何？有喝的没吃的，到最后回去的死。是葡萄藤，枯而不死，说明根还在地下吸水。酸是枯叶的味道，有根说不定能种活。几株半死不活的野藤能当饭吃？这可不是普通的野藤，是前朝驿站的遗种。各位快看，前朝在这里设驿站时，西侧有30亩葡萄园，驿站废了，藤根没死，在地下扎了几10年。哥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太厉害了！小胜，你挖出水，二叔服你。但你想在这片荒地里种葡萄，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我老家种过葡萄，那东西娇贵得很，要浇水，要施肥，沙漠里怎么活？野葡萄耐旱，根能扎10丈深。我们不用种新苗，只要把这些老藤挖出来，移栽到有水的地方，就能抽枝。二叔，你也跟着大家来大半天了，到现在什么都没干。挖葡萄藤的事交给你，太阳落山前必须完成。想在沙漠里种葡萄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前朝都没经营起来的驿站，你苏胜能把它变废为宝？既然有葡萄园，就应该有古河道。如果能找到古河道，我们就能把地下河找出来。要是能找到地下河，咱是不是就再也不缺水了？没错，只要解决了水的问题，大家就能在这里长治久安。瑶瑶，还有你们几个，跟我走。这里就是前朝的渠口，古河道的水以前就是从这里流进葡萄园的。不好，是流沙，
所有人小心！大家快来帮忙啊！瑶瑶别怕，有哥在，抓紧我！大家使劲均匀一些，别把瑶瑶拉伤了。在这地方，受伤一样活不了。苏胜，都是你搞的名堂，还找什么地下水？你想害死瑶瑶吗？爹，你别这么说胜哥。二叔，刚才是我的疏忽，但是你信我，流沙下面就是硬土层，再挖3尺就不会塌了。我信圣儿，现在只有他能救大家。找到了，这是前朝的灌溉陶管，还真行。顺着陶管挖，就能找到原来的渠沟了。太棒了，胜哥好厉害！成了，有水了！以后大家不用为水发愁了。大家放心，就算在沙漠，我也会尽量让大家过上好日子。以后胜哥怎么说，我们怎么干。好！接下来的步骤，按我说的去做。第一步，翻地，把浮沙铲开，底下的石土翻上来，采石。明白。第二步，起垄，葡萄不能直接种在平地上，要起垄，垄高2尺，宽3尺，这样水不会泡根，沙也不会埋藤。苗咋埋？第三步，斜栽，埋的时候要斜着，这样生根快。第四步，围建，每株周围挖3寸细水圈，引水漫渗，根不烂。有阿胜在，感觉就算是在沙漠，日子也有盼头了。饿了，大家先休息，食物我来想办法。还好有阿胜在呀。这小子又要捣鼓什么？沙梅，河北科沙蓬属植物，耐旱耐肥。子时含淀粉量高达60%，是戈壁滩上最厚的粮仓。前世在腾格里沙漠，牧民们都叫它沙麦。春种1粒，秋收100粒，不用浇水施肥，天生就是沙漠里的庄稼。哥，有回甘，一点都不苦，比麸皮饼好吃多了。胜儿，这一片能收多少沙梅？爹，我估算过，光是这片沙丘的野生沙梅，至少能收200斤，磨成粉够全族撑3-5天。而且沙梅耐储存，晒干了能放很久。200斤，时间一长也不够这么多人吃。我决定一部分留着吃，一部分留着做种。沙漠气候干燥，沙米长得快。通知大家，明天就开始打田朗。你怎么知道这里有沙麦的？我第一天蹲在那丛骆驼枝旁边的时候，就在看风向和沙丘的坡度。背风坡水分保留最多，沙米只长在背风坡。沙米性寒，长期食用会导致脾胃虚弱，不是长久之计。那是什么？是红花。西域最名贵的药材之一，能活血通经、散瘀止痛，还是最好的红色染料。中原的商队为了它，甚至愿意出黄金来换。前世我在新疆做勘探时，见过当地的红花种植基地。这种植物极耐旱，沙漠里只要有一点水就能活，简直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商品。这破草有什么用？不能吃又不能喝，颜色还这么扎眼。你错了，这是红花，能换黄金的宝贝。就这红红的草丝，谁用黄金换？中原的达官贵人用它做染料。染出来的绸缎叫真红，一匹能卖10两银子。药铺里收它做药材，价格比人参还贵。西域的商队每年都来收红花，运到中原能翻10倍的价钱。这里至少有20亩野生红花，我们把种子收集起来，明年春天种下去，就能有几百亩红花田。到时候，过往的商队一定会为了红花主动来我们的驿站。可商队什么时候来？我们总不能守着这些红花饿死吧？商队每年春秋2期都会走丝路，现在是夏天，再过2个月，第一支商队就该来了，所以我们要加快进度。一边挖暗渠引主脉水，一边绕沙米采集红花种子。等暗渠通了，我们就有足够的水灌红花和葡萄。苏瑶，你带10个人，专门负责采集红花种子，把所有成熟的果实都摘下来，晒干保存，一颗都不能浪费。保证完成任务。注意安全，别往远处走。二叔，
你带剩下的人跟我去挖暗渠，争取3天之内把主脉的水引到驿站，育苗打田垄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保证塌不了。有了水，有了粮食，有了能换钱的红花，我们的驿站就有根基。圣哥，昨夜风大，好几垄葡萄苗的表层干沙被吹跑了，根部都露出来了。正常，沙漠春风带沙，最容易脱根。先补湿沙补土，再在垄边插细枝方锋。暗渠今日彻底疏通完毕，主脉活水已经稳稳灌进田垄，水量比昨日稳多了。就是这渠壁太薄，风沙一吹就落沙，天天都得清理。所以不能只挖渠不顾渠。待会儿大家收工，就近取粘土混沙，拌少量干草，糊在渠壁两侧，晒干之后坚硬如石，再也不怕风沙淤积。圣儿，昨夜我清点了沙米，晒干去壳后，足足有180余斤，省着吃，全族能撑6、7天。从前只觉此地是绝藏之地，如今看着这片孽土，竟真有几分良田的模样了。圣哥，沙米粥好好吃，比干哒哒的麸皮饼强太多了。要是以后天天都能吃上这个就好了。不只是沙米，等葡萄抽枝挂果，红花成熟变现，我们就能兑换2种农具，日后不仅有粥吃，还能吃上瓜果杂粮。阿胜，日子是越来越有盼头了。可沙洲荒远，万一有流民、沙匪游荡，我们人手薄弱，无兵无械，怕是难以自保。所言极是，求生开荒根基，安防固守为底线。我们不能只埋头垦荒，不防隐患。安保之事，我早已考虑在内。第一，今日起每日安排4人轮值瞭望，早晚巡查，紧盯沙园动静，不留盲区。第二，利用废弃驿站残石、红柳灌木，在断墙外围搭建简易巨马，阻挡人马靠近，助力外围奉献。第三，暗区水源、育苗田红花种子全部集中管控，专人看守，防止损毁偷盗。安防之事交给我带壮年族人轮值值守，日夜巡查，绝不让任何东西惊扰族人，毁坏田地。由你统筹调度，苏家纵便流放荒漠，也绝非绝境。马蹄声，有人来了！戒备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想干什么？不许过来！再过来我们不客气了。沙漠里的水是天神的恩赐，谁都能用。我们要在这里喝水，还要给牛羊饮水。凭什么？这水是我们辛辛苦苦挖出来的。沙漠里从来没有谁的水，只有谁先占到，不让我们喝水，我们就自己抢。这位头领，有话好说。水我们可以给你们，但我们也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们可以让你们免费饮水，还可以给你们一些沙米粉，但你们要用牛羊来换，1头羊换10斤沙米粉，1头牛换30斤。1头羊换10斤，你怎么不去抢？沙米是我冒着危险收割的，8斤，不能再少了。好，8斤就8斤，但我们还要一样东西，你们刚才采集的那种红色的草。你认识红花？认识，西域的商队收这个，能换茶叶和盐。我们那里也有，但没有你们这里多。好，1斤红花换1斤半盐，或者2斤茶叶。成交，1斤红花换1斤半盐。你们在这里多久了？10几年了。这一带的沙漠，我们比谁都熟。往东走50里，有一个马匪头子叫黑风，手下有几10号人，经常抢过往的商队。你们在此要小心他们。什么？马匪？那些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恶寇啊！所有人都往后退，等会儿水冲出来的时候，力量很大，小心被卷走。大家都往后退，别往前凑！通了，真的通了！苏胜，你小子太牛了！我们苏家终于有救了。在沙漠里挖出这么大一条渠，我从来没见过。这是知识的力量。
圣儿，现在我们有水了，有粮食了，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？是啊，总不能天天挖沙子吧？丝绸之路之所以伟大，就是因为它连接了东西方的贸易和文化。我们的驿站就是这条路上的一个节点。只要有商队来，我们就能把红花和葡萄卖出去，再买回我们需要的盐、铁和布匹，我们就有了生存的根基。买铁？那我们不用再用石头挖了。对，慢慢的，会有越来越多的商队知道这里，这片沙漠将会变成一座繁华的城镇，更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定居。是骆驼，真的有商队来了！哥，商队来了！二叔，别急，让他们先看见水。水有什么好看的？在沙漠里走了3个月的人，看见水比看见金子还亲。让他们自己走过来，比咱们追上去强10倍。你鬼点子真多。将暗口的水流引向驿站正门前。停！你们有多少水？水管够，但我们要谈的是这个。这么大颗的西域红花，前朝驿站遗种，野生20亩，子实饱满，种子1斤换3斤盐。首领，您从龟兹到长安往返一趟要3个月，错过我这批种子，明年春天您种什么？2斤盐，不能再多了。首领，1斤红花籽种下去，明年收20斤红花，染成真红绸缎，您算一算能赚多少？3斤就3斤，但你得告诉我，这水从哪儿来的？暗河。我们自己挖的。自己挖的？你们才流放多久？3个月前，这里只有沙子；3个月后，有水，有粮，有红花。年轻人，我走了30年丝路，第一次见到你们这样的。合作愉快。苏头领，有句话我要提醒你，你们这驿站没城墙，不太好抵御那些马匪。谁说我们没有城墙？我要建一座城。你这是要建城？二叔，我建的不是城，是一份安心，让族人安心，也让商队安心。苏胜，黑风探子在20里外踩点，至少3波，老子跟他们拼了！二叔，敌数不明，我们30人毫无胜算，那怎么办？3日内筑墙挖壕铺陷阱，3日后便让他们有来无回。3日夯鲁墙，怎么可能？那破墙能顶什么用？我们不用从零开始，用残墙做基，能省1半功夫。那挖壕呢？流沙地挖1尺塌1尺。流沙怕的是蛮力，要的是巧劲儿。芦管陷马，马蹄一断，马匪就是无牙老虎。芦管？那玩意儿能陷马？我们把芦管埋在沙下，马蹄一踩，管碎沙流，马腿就陷进去了。夯土要一层层砸实，城墙高2丈，厚3尺，4角设瞭望塔。哥，城门为啥朝南山？商队从南边来，门朝南，迎的是财。那朝北呢？朝北，迎的是黑风。哥，你真有意思。累死了，苏胜，你这活真不是人干的。二叔，墙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若不少击城墙，拿什么对付马匪？他们来了！里面的人听着，交出粮食和女人，老子留你们全尸！没想到这群人来得这么快。少在这儿放屁！
有种上来！嘴硬的老东西，等老子破墙，第一个割你舌头！冲！马腿，马腿陷进去了！头是陷阱！快撤！黑风，你的威风呢？撤！全部撤！苏胜，你小子神了！二叔，别高兴太早。咋了？咱们不是打赢了吗？黑风吃了亏，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二叔，你组织人手在城墙内侧搭建货棚，挖公共水井，平整中央广场。刚打完仗就搞这些？商队下个月就。驿站不能只是城墙，还得让人愿意住，愿意留。那咱们这是驿站还是客栈？二叔，驿站是过路的人歇脚的地方。人为什么愿意歇脚？因为有水，有粮，有地方睡，有东西买。50斤红花换全套铁器。50斤红花，太贵了。二叔，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，时间就是命。一把铁锹能顶10把石铲，铁镐一天能挖3尺，石镐只能挖1米。那也不能50斤啊，咱们才收多少？明年300斤红花，预定8折。今年先赊一半，明年补齐。你想空手套白狼？您走一趟丝路，最怕没货。我给您备明年的货，您还怕什么？明年300斤，你种得出来？今年20亩，明年200亩，300斤，只多不少。成交，但你得给我写个字据。没问题。二叔，挑片做扳机，木框做弩臂，射程50步，比弓箭准。这简直比石片强10倍。这还只是开始，后面还有啥？铁器做骨，弩机做牙，城墙做皮。咱们驿站要长出一身铁骨头。哥，这果子甜得很，直接卖吧，商队肯定要抢疯了。不卖，要酿酒。酿酒？那得等多久？至少3个月。我来采皮，这会儿我有力气。二叔，您去搬缸。采皮有讲究，力道重了涩，轻了不出汁。嫌我笨？不是嫌您笨，是这活儿得巧劲儿。您力气大，搬缸正合适。算你会说话。生儿，商队下个月就走，等不及你的酒。爹，整个丝路有葡萄酒的驿站能有几家？好像没有。咱们卖的不是酒，是独家。你说的对。胜儿，你这是酿酒还是建成？酿酒是引子，建成才是底子。底子？什么底子？爹，商队来了，喝了酒，住了店，买了货，下次还来。来的次数多了，就不走了。只要人留下，成就有。这酒我订了20坛。丝路真酿，只换不卖。换什么？换您商队里的消息，哪条路好走，哪座城缺粮，哪个部落起了纷争，这些比金子值钱。苏头领，您这是要做大买卖啊？大买卖不敢当，
只是在这沙漠不能光靠种地活着。苏老板，琉璃珠，换酒，只换半坛。半糖？这珠子可值10糖。珠子值10糖，但酒只此一家。你骗人！长安、洛阳到处都有酒。您喝一口再说话。这味道，长安、洛阳都有酒，可长安、洛阳没有沙坡的日头，沙洲的风，沙洲的葡萄。半糖是规矩，我这酒全丝路就这一窖。好吧，半糖就半糖。您使我的酒，我使您的猪，这叫双赢。圣儿，这酒真这么值钱？爹，酒不值钱，独家才值钱。圣儿，驿站里连像样的棉衣都没有，怎么御寒？爹，墙是单层的，夯土再厚也挡不住寒气往里钻。那咋办？总不能把墙拆了重砌吧？这鬼天气，土都冻成铁了。不拆墙，加厚，双层夯土，外层1尺，内层1尺，中间留半尺空隙填秸秆，总厚2尺半，比现在的墙只多出半尺。二叔，现在找人动工，几个时辰便能完工。圣儿，秸秆从哪儿来？这沙漠里连草都不长。驿站后院的骆驼粪堆底下，我让人埋了干草料，本是留着喂牲口的，先救急。牲口不吃了？二叔，牲口饿2顿死不了，人冻一夜，明天就埋。去把驿站里所有骆驼皮、羊皮能找的全找来。苏胜，骆驼皮那是留着开春换盐巴的。今夜的事，今夜得办。现在剥下来，削制好裁成条，塞在夹壁墙中间。皮子不透风，比秸秆还管用。剩下的裁成帘子，挂在门窗上，夜里放下，白天卷起。爹，您带人去拆草料。二叔，您力气大，带人夯外墙，我教他们砌内层。今夜起，全族按这个法子改墙，有骆驼皮的塞骆驼皮，没骆驼皮的塞秸秆。3日之内，所有屋子必须能住人。小赵，这地方比长安瓦房还舒坦。二叔，长安瓦房是砖砌的，导热快。咱们这夹壁墙中间是空气，空气不传热，所以暖和。你又说这些我听不懂的。二叔，您组织人手沿城墙内侧统一规划民居区，每户带小院、畜棚、菜药，街道宽可过车，巷口设公共火炉。爹，您有学识，负责督造学堂，请落魄书生教孩童识字。圣儿，建学堂有必要吗？爹，您想，商队来了，有孩子要识字；流民来了，有孩子要读书。孩子读了书，长大了就是咱们驿站的人。你这孩子看得远。冬天过去，就是收获季。这什么玩意儿？流车，播种用的。播种不都是用手撒吗？二叔，用楼车，1人1牛，日播5亩，效率10倍。10倍？吹牛吧！二叔，您试试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这脑子，二叔甘拜下风。二叔，按照我的规划，在城外划出100亩农田区，修缮水渠，立下界碑，招募一些流民，充当劳动力。没问题，俺这就去办。苏省招募流民垦荒的消息传开，附近牧民、逃难农户纷纷来投，驿站人口也从30人暴涨至300人。种3年，地归你。真的？3年，真的归我？字据为证。种3年，这地就是你的，但有一条，得按咱们的规矩种。什么规矩？水渠共用，不能私占，1城归驿站，9城归你。没问题。二叔，再建粮仓3座，磨坊1座，榨油坊1座。榨油坊？榨什么油？
红花籽榨油，能炒菜，能点灯，能卖钱。你小子真是什么都想得出来。小生，那波斯琉璃珠真值半坛酒。二叔，您说珠子值多少？我看值2坛。珠子本身值2坛，但整条丝路只此一家这8个字，值8坛。历经3个月的风沙，他突然喝到了一口好酒，这酒别的地方没有，只有咱们这儿有。他下次来还带不带朋友来？那当然。他们既然来了，肯定不能空手回去。所以，我卖的是名声，不是货。名声出去了，货就不愁卖。我收他半坛，他占了天大的便宜，还觉得自己吃亏。他哪儿占了便宜？他拿一颗珠子换到了整个丝路只有这儿能喝到的消息。回去跟同伴说，传的越广，来的人越多，来的人越多，咱们的酒越值钱。那下次他再来，酒价涨不涨？涨，但还是那酒，而独家这2个字会越来越金贵。那珠子呢？珠子不收了，改收情报，收路线。那玩意儿能换酒？二叔，情报比珠子值钱多了。哪条路好走，哪座城缺粮，这些消息卖给需要的商队，价值千金。眼前咱们得把厂子搭起来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圣儿开始扩建集市，在广场四周建起丝绸店、皮毛店、药材铺等商铺，又设立议程署管理秩序，医馆救治生病，马市交易牲畜。苏头领，您这儿比长安东市还方便。方便是应该的，商队是咱们的衣食父母，伺候好衣食父母是本分。那走您这儿不用交税？税还是要交的，金额比城里少1半。好，太好了！但是走这儿就得守这儿的规矩。什么规矩？公平交易，不得欺诈，打架斗殴逐出集市，赊账不还，永不接待。这规矩比城里还严啊！长久生意靠的是信誉，信誉倒了，什么都完了。一喜，苏头领，他们带了投石车，传令下去，弩机手准备。投石机装填一次要半盏茶，够咱们射3轮弩弹。200骑，这怎么守？他们是轻骑，轻骑不耐久战，一波冲不下来就得撤。咱们有墙，不怕步兵，怕的是他们一直骑马绕着跑，耗咱们的剑。那怎么办？把铁索横在壕沟上，马冲过来，绳索绊住马腿，马匪就摔下来。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打跑了，不等于打服了。马匪记仇更记利，咱们这儿越来越富，他们眼红了，迟早再来。老大，绳索绊马，冲不过去，砍断绳索。绳索是铁打的，砍不断。老大，西侧有伏兵，是牧民。民？他们怎么跟苏胜勾搭上了？老大，咱们被围了，西侧有伏兵，正面弩箭不断，壕沟过不去。撤，快撤！他们失了人，还丢了面子，下次来只会更狠。那咱们怎么办？城墙加高至3丈，增设瓮城箭楼、烽火台，城外挖护城河，引暗河水灌入，城内设巡逻道，护卫队日夜轮值。那人蹲了有1盏茶功夫了，光看不买。哥，那人怎么了？丝路商人手上有茧，茧里有沙。这人手太干净，没走过丝路，而且他的眼睛一直到处瞟，瞟的不是货，是人。咱们得确认，你跟上去，别打草惊蛇。哥，那人在城墙西侧，他拿根绳子量了半天。具体量什么？量城墙到壕沟的距离，还数了咱们西侧的3个岗哨，然后上马往黑风谷方向跑了。那还等什么？派人抓了他！二叔，既然他敢来，必有退路。他回去告诉黑风，西侧只有3个岗哨，黑风下次就会从西侧攻。西侧离黑风谷最近，地势略低，岗哨只有3个，
这些都是我摆给他看的。真正的西侧，明天开始深挖陷阱，埋削尖木桩，陷阱上铺薄土，撒浮沙，他们看不出来。你怎么确定？黑风吃了2次亏，第3次一定想找个软肋，那咱们就给他造一个软肋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二叔，明天开始推行录印制。圣儿，这录印是做什么的？爹，录印是凭证，来人从哪儿来，带的什么货，住几日，都要登记在册。有了录纸，正常行人在咱们这儿通行无阻。您想，要是马匪混进来，没录纸，一查就露馅。好，无规矩不成方圆。圣儿，爹支持你。快！西侧只有3个岗哨，冲过去就是城墙根。老大，这地怎么这么软？沙地当然软，冲！老大，地下有桩，尖的，马腿断了。绕过去，从旁边绕。老大，四面都是弩箭，绕不了。黑风，你也有今天！你放开我！要杀便杀！2条路，死或归顺。归顺？你让我当马匪的叛徒？抢的是商队，杀的是百姓，有什么忠可盼？我问你，你抢这些银子花的踏实吗？夜里睡觉，怕不怕有人寻仇？你懂什么？我懂，因为我以前也穷过，也想过歪路子，但我没走，因为我知道歪路子走不远。其实你可以换条路走。换条路？以前你抢别人的，现在我让你养别人的，护别人的。养护？我只会抢。抢是本事，养和护也是本事。你会骑马，会射箭，会带兵，这些本事用来抢是浪费。你归顺，我让你在城外建牧场场，专养一马战马，我还设弓弩坊，统一打造兵器。你和旧部编入护卫队，分3班巡逻，让我的人保护商队。保护商队就是保护咱们的饭碗，商队安全了，银子才会更多。让我保护以前我抢的人。以前你抢他们，他们怕你；以后你护他们，他们敬你。苏头领，我服了。以后你叫黑风队长，而不是黑风头子。小生，你真信他？不信。那你还用他？用了就得防。怎么防？弓弩夫的兵器登记造册，每日清点。护卫队分3班，每班由咱们的人带队。黑风，先给他个虚职，实权不给。1成？苏头领，您说的1成是多少？您货价1000两，交100两。100两？不便宜啊！被劫了，货没了，人可能也没了。交了护航费，货在，人在，买卖还能继续做。苏头领，我们全家。这300里，马匪不敢来，乱兵不敢过，讹诈的不敢伸手。从扎交到玉门关，正好300里。苏头领，朝廷说了算，还是您说了算？朝廷远，我近；朝廷管不到的，我管。苏头领，我有个问题，交了护航费，要是还是被劫了呢？被劫了，货值多少，我赔多少。全赔？您拿什么赔？拿信誉，拿我在这沙包立下的规矩。苏头领，您这规矩比金子还硬。苏头领，我这些弟兄以前在这片沙地上跑了5年，哪条路线马匪最爱走，没人比我们更熟。以前你们用这熟路抢人，现在用这熟路护人，能转过来吗？护人踏实。以前抢的是命，现在护的是饭碗。饭碗端稳了，比命重要。你说的对，苏二连，以后您的商队我亲自护送。圣儿，玉门关来的急信。爹，
信上说什么？朝廷要派巡查使来。巡查使来做什么？信上没说，只说查查边地流民安置事宜。圣儿，咱们这外城、这商铺、这护卫队，算不算御制？爹，咱们是流放之人，建几间房子，养几匹马就逾制了。可你这3丈城墙、瓮城箭楼，比县城还气派。气派是气派，但咱们没造反，没抗税，没杀官，朝廷派人来，咱们赢就是了。怎么赢？跪着赢还是站着赢？咱们没做亏心事，为什么要跪？小圣，巡查使来者不善啊。二叔，您想，朝廷为什么派巡查使来？查咱们？查的是流民安置，说明朝廷知道这儿有流民，而且不少。那又怎样？流民安置的好是功劳，安置的不好是罪过。咱们如何？300流民，有地种，有活干，有饭吃。二叔，爹，咱们不但没罪，还有功。巡查使来了，咱们让他看看什么叫安居乐业。可咱们这城墙，这护卫队，爹，城墙是防马匪的，护卫队是护商队的。咱们做的事，朝廷想做，但做不好。咱们做好了，朝廷脸上也有光。我要是巡查使，看到的是边地安稳，流民安居，丝路畅通，这3样哪一样不是政绩？政绩。巡查使有了政绩，回去升官；咱们有了政绩，继续活命，双赢。黑风队长，护卫队这几日加派巡逻，尤其是外城到官道那段。苏头领怕巡查使挑刺，是怕有人添乱。商队里鱼龙混杂，万一有那不长眼的冲撞了钦差，咱们说不清。明白，我亲自带队。还有，让弟兄们把皮甲擦亮点，但别带刀。不带刀，那万一……没有万一。巡查使带的是文书，不是兵马，咱们带的是规矩，不是刀枪。二叔，开一坛最好的葡萄酒，备一桌丝路风味的席。你这是要……客来了，好酒下肚，心就热了，眼就宽了，看到的都是好的。这是沙洲。大人，地图上显示这儿是流放之地。流放之地，谁允许建城墙？大人，地图上没标有城墙啊。没标？这么大的城墙，地图上没有。确实没有，此地标注的是荒邑遗址，流民杂居。大人，要不先派个人去探探？本官倒要看看这流放之地到底藏了什么妖魔鬼怪。进城看看。这街道，青石铺路，四马并行。大人，这比长安的方道还宽。长安方道3丈宽，这至少4丈。大人，您看那商铺，丝绸店、铁器铺、酒坊、药铺。沙洲，这流放之地怎么会有这么多铺子？大人，您闻这香味儿。酒香，是葡萄酒，是葡萄酒，而且比长安西市酿的还香。长安西市的葡萄酒1斤要300文，不知道这流放之地要价如何？大人，这还是流放之地吗？本官也想知道。大人，那些孩子在读书。学堂？流放之地会有学堂？流放之地的孩童在读千字文。大人，您看那些孩子穿的都是崭新的棉衣。流放之地的孩子竟然穿得起新棉衣。大人，您看义城署牌子上写着陆羽登记处。大人，这录影制不是长安才有的吗？长安的录影由京兆尹刊发，这流放之地谁核发的？大人，您看那边，那铁匠在打造弩机。弩机？私造弩机，按律当斩。大人，可那些弩机挂在城墙上。
挂在城墙上，公开示众。大人，您看城墙之上，那些人的眼神像马匪。大人，咱们还查吗？查，当然要查，不查清楚，回去怎么交差？此地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苏胜，本官问你3事：一，流放之地，谁允你建3丈城墙？大人明鉴，沙州地处咽喉，商队往来，鱼龙混杂。城墙之上看的不是马肥的弯刀，是人心。你倒是会说话。那本官再问你：二，私造弩机，按律当斩，你作何解释？大人，弩机挂在城墙上，从未对准过朝廷的人，他们对准的是马匪的弯刀。哼，弩机是军械，非朝廷特许，私造1寸也是死罪。你苏胜一个流放之人，凭什么？凭的是沙州3000百姓的命。大人，去年腊月，黑风寨80骑夜袭沙州，若不是城墙上有弩机，此刻的沙州已是一地焦土。3，流放之人，私设议臣署，发行禄职，形同割据，该当何罪？大人，沙州没有驿站，没有官道，苏胜设议称署，是为了让朝廷的商路畅通。畅通？你发行的路印，盖的是谁的印？盖的是沙州的印。大人，朝廷的印到不了这里。这3年从沙州过的商队，比凉州还多3成，但朝廷的税1分都没少。大人，这是3年来所有商队税单，全数上缴玉门关，1分不少，请大人过目。此人非但无罪，竟还纳税。凉州有官仓，有驻军，有朝廷的体面，你沙州有什么？大人，苏胜只有实话，沙州的城墙守的不是苏胜的命，守的是朝廷的商路。沙州的弩机对准的不是朝廷的人，对准的是朝廷的敌人。沙州的税银不是苏胜的功劳，是朝廷的恩德。好，本官会一一查实，若有一字虚言，苏胜自负双手，赴玉门关请罪。苏胜，你想要什么？想要朝廷承认丝路第1义的牌子。牌子好给，但给了就是官驿，官驿要听朝廷调遣。听调遣可以，但调遣要有银子。朝廷拨粮拨款，沙州就是官驿；不拨，沙州就是私驿。私驿的银子还是朝廷的。你这是把朝廷绑上了船。大人，船是朝廷的商路，苏胜只是替朝廷掌舵。苏胜，你可知给了这牌子，你就是朝廷的人，朝廷要你死，你就得死。大人，苏胜是流放之人，命本就是朝廷的。苏胜，你这杯酒比长安的御酒还烈。大人，沙州的酒不烈，沙州的人烈。本官若是不给这牌子呢？大人不给，沙州还是沙州，商路还是商路，只是大人回长安不好交差。哼，你倒是替本官着想。苏胜替大人着想，大人替朝廷着想，朝廷替百姓着想，这叫一环扣一环。大人，这苏胜回长安，替他讨个沙波一称的官职。大人，此人野心不小，留着他。此人可用，亦可拒。大人，这船您上就下不去了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特授苏胜沙州一城正9品，统管丝路沙州段商贸治安，钦此。9品，咱苏家又当官了。说轻点，骨头要散了。胜儿，朝廷给了官，就是给了枷锁。爹，枷锁是给别人看的，咱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胜儿，官是朝廷的官，命是咱们的命。朝廷一句话，这9品的帽子就能摘了。爹，帽子摘了，
沙洲还在。朝廷摘的是帽子，摘不走的是人心。一、官役牌子挂城门，私役规矩不变；二、税银照缴，但朝廷不得插手内务；三、流民入籍，一律登记为沙洲驿户，非朝廷编户。苏义成，咱们有家了。老人家，沙洲是咱们的沙洲，不是朝廷的沙洲。驿户是沙洲的人，朝廷管不着。这玩意儿要用的时候拿出来，不用的时候别让它碍事。哥，朝廷的官印，你说锁就锁？官印是朝廷的脸面，而咱们靠的不是印，是水，是粮，是商队的信任。哥，那朝廷要是问进来，朝廷问官印在哪儿，咱们说怕丢，保存在箱子里。朝廷要的是税银，而不是看印。哥，我咋觉得这官当了跟没当一样？这官当了，朝廷就不好意思动咱们；这官锁了，咱们就还是咱们。这叫既要面子，也要里子。牌子挂着，让人看；咱们做的是让人用。苏义臣，内城最好的位置我要了，租金嘛，市价3成。王掌柜远道而来，岂能站着谈生意？酒窖有陈年的思路真酿，请。苏义臣，王某在长安做了20年生意，从不跟人喝酒谈价。王掌柜在长安不喝酒，是因为长安的酒喝的是人情，在沙洲，人情喝完了，生意还在。王掌柜，您知道沙洲最好的位置一年流水多少？不过1万两。去年波梭商人阿里在边角位置卖香料，流水3万两。边角位置3万两。阿里不懂汉语，不识汉字，在沙洲最偏的角落，靠一口锅一杆称一年3万两。王掌柜，您在长安有铺面，有人脉，有崔氏撑腰，您觉得在沙洲最好的位置该是多少？苏义成，你这是激我？苏某不激人，只算账。王掌柜出3成租金，苏某给5成的人流量，这账王掌柜不会算。5成？你凭什么保证5成？凭的是沙洲驿城4个字，凭的是朝廷的牌子，凭的是这条商路上只有沙洲能让商队放心睡觉。苏义臣，我服了。王掌柜服的不是苏胜，服的是银子。在商言商，服银子不丢人。爹，王掌柜是长安崔氏的门客，咱们借他的名打开东市的大门。胜儿，崔氏是门阀，咱们惹得起？爹，门阀要的是银子，咱们给得起，怕的是他们不要。胜儿，王掌柜服了，崔氏未必服。爹，王掌柜服了，崔氏就知道了门阀的消息比咱们的马还快。门阀的门得从里面开。苏义成，3日了，你就带我看这些？大人，沙洲没什么好看的，只有这些。本官来沙洲不是来看集市的。大人不看集市，怎么看生意？生意？苏义成，本官在长安，一句话能让东市关门。你觉得本官需要看一个边陲小邑的集市？苏胜知道，大人能关东市的门，但大人也需要开丝路的路。关门容易，开路难。我要3成股。崔氏可以入股，但得按我的规矩。什么规矩？1. 崔氏不得插手经营。2. 崔氏须引3家以上门阀入驻。3. 崔氏在长安为沙洲背书，打通朝廷关节。哼，你这是霸王条款。大人，霸王条款是崔氏对别家用的，苏胜不敢对崔氏用霸王条款，苏胜只对崔氏用规矩。本官若是不答应呢？大人不答应，沙洲还是沙洲，只是大人回长安，崔氏的东市少了一条丝路。苏胜，你是在利用我。崔氏得银子，我得门路，这是互利。此人20年后必为朝廷大患，但现在得先做朋友。大会期间，所有交易免护航费，但需以沙摩丝路金券结算。金券1两对白银1两。苏议员，这是要垄断结算权？金券保真，
商队携银过沙漠，风险自担；携金券，风险我担。哼，苏逸尘，咱们走丝路几十年，从来都是银货两讫，金券算什么东西？金券不是东西，金券是沙波的脸面。商队携银过沙漠，马匪劫了，银子没了，命也没了。携金券，马匪抢了去，不过是抢了一张纸，纸没了，银子还在沙波。苏逸尘，你这金券出了沙洲还能用？出了沙洲，金券就是一张纸，但在沙洲，金券就是银子。商队在沙洲做生意，用金券，出了沙洲，苏胜替你们兑成银子，这买卖亏不了。苏逸尘，你这是让咱们把银子都存在你这儿？不是存在苏胜这儿，是存在沙洲这儿。沙洲在，金商商队在；沙洲不在，金券不过是一张纸。我秋瓷商队先用。木木，你觉得这金券靠谱？阿史那都用了，咱们不用，以后丝路就没咱们的位置。胜儿，你这一步走得比爹想象的还远。爹，远不远，得看能不能走稳。金券是咱们的根，根扎得深，树才能高。胜儿，你可知这金券是刀？爹，刀在谁手里，砍的是谁，得看拿刀的人。胜儿，这刀要是砍到朝廷头上了，爹，朝廷要的是税银，不是刀。咱们给朝廷税银，朝廷就给咱们活路。金券是咱们的刀，也是朝廷的盾。沙洲的灯亮，这灯得一直亮下去。这金券是假的，纹路模糊，印章歪斜，你们沙洲就这点信誉？客官，这金券是从您手里出来的，怎么说是假的？我手里的金券是正经从义城署换的，这一张是今早一个胡商找零给的。老兄，你那胡商呢？早骑着骆驼跑了。敢在沙洲造假的，活腻了！二叔，抓人抓不完，今天抓一个，明天冒出10个。那咋办？任由他们败坏沙洲名声？造假的人要的是钱，咱们让他知道，这钱不好赚。去铁匠铺找最好的师傅。今夜我要一样让天下匠人看了只能摇头的东西。苏逸尘，这印章纹路9转18弯，便是长安最好的匠人也仿不出。仿不出就好，明日我要全沙洲都看见这印戒。苏逸成，这金刚印戒成本可不低。成本高，假钞会少，商队就多，成本就回来了。旧金券限期3日兑换，逾期作废不予认账。新金券，金刚印鉴9转纹路，天下独此一家。苏逸成，旧券作废，咱们手里的钱……旧券是真，一臣属照兑；旧券是假，一臣属不收。过时此不候，3日为期。苏逸成，假钞持有者抓不抓？沙洲设金券鉴定处，免费验钞，假钞一律没收，不予追究。苏逸尘宽宏，小人一时糊涂。你不是糊涂，你是怕手里的假钞变成废纸。现在废纸没了，真钞来了，还怕吗？去凉州查清楚是谁在背后搞鬼。
张怀义3年贪污军饷，私卖官粮，账上清清楚楚。直接上报朝廷，让张怀义掉脑袋。二叔，掉脑袋容易，但凉州换了新司马，还是会对付沙州。那咋办？留着这条毒蛇。二叔，毒蛇咬人是因为没链子拴着，咱们给它拴条链子，它就比狗还乖。啥链子？他贪的银子就是他自己的链子。苏义成远道而来，不知有何贵干。张司马，沙州是小地方，小地方的人不懂规矩，来凉州学学。苏义成的规矩，本官早有耳闻。张司马过奖了，沙州的规矩是商队的规矩，凉州的规矩才是朝廷的规矩。苏雨成既知朝廷规矩，就该知道私造金券是死罪。张司马说的对，私造金券是死罪，但张司马可知私卖官粮也是死罪。苏以春，这话什么意思？沙州的人喜欢记账，记自己的账，也记别人的账。张司马，沙州是小地方，但小地方的人也会记账。苏义臣，留步！张司马还有事。这账册，账册是沙州的，张司马要是喜欢，留着做个纪念。3日后，消息传来，张怀义主动上书朝廷，请求协管沙州税务，实则将凉州税权让作3成。小胜，张怀义服了。二叔，打蛇打7寸，张怀义现在比咱们的人还听话。那他要是反咬一口呢？二叔，咬人的狗最怕的是主人手里的棍子，咱们手里有账册，它就是条乖狗。凉州的刀收鞘了。苏义成，突厥大军压境，高昌若亡，丝路北道断绝，沙州易危。突厥多少人马？铁骑3万，弓弩手5000，围城已半月。高昌城内还有多少守军？不足8000，粮草将尽。高昌能给我什么？丝路北道通行权，高昌葡萄美酒秘方和3000战马。3000战马现在在哪儿？苏义成若肯出兵，战马由密道出城，直送沙州。战马先交，秘方随后，通行权利器。苏义臣，高昌危在旦夕，战马送出，守军无旗。皇帝，守军无旗，还能守城？战马是定金，定金到了，援兵就到。圣儿，介入西域战事，朝廷怪罪怎么办？朝廷管不到的地方，咱们管好了，朝廷还得谢咱们。可朝廷的刀，怕是比谢还快。爹，朝廷的刀砍的是逆贼，咱们替朝廷守丝路，朝廷的刀砍不到咱们头上。圣儿，高昌若亡，突厥下一个目标就是沙州，你这是在赌。爹，孩儿不是瞎赌，是算好了再赌。高昌亡，沙州危；高昌存，沙州安。这笔账不亏。此去高昌，打的不是朝廷的旗号，是沙州的旗号。明白。胜了，沙州是丝路盟主；败了，沙州还是沙州。苏义臣，500人对3万。黑风，打仗打的不是人数，是时机。突厥围城半月，士气已疲。这一仗打的是沙州的旗号。高昌之围已解，沙州愿与诸国构守丝路，但守丝路得有规矩。凡受沙州庇护者，需承认沙州、丝路仲裁权，商队纠纷、部落冲突由沙州议程署裁决。
苏义成，仲裁可有代价？仲裁免费，但败诉方需缴纳丝路平安绢，用于护卫队饷银。苏义臣，这平安绢是税，朝廷收税，管的是朝廷的事；丝路收绢，管的是丝路的事。苏义臣，仲裁公正否？公正与否，由诸国诸君见证。沙州的规矩不是立的，是守出来的。是那邱泽商队愿受沙州仲裁，我于铁也愿受沙州仲裁。苏玉成，高昌王言，从此丝路北道为沙州马首是瞻。高昌王客气了，沙州不是马首，是路标，路标指方向，不赶马。收好，这不是信，是气。哥，高昌王说为沙州马首是瞻。话是这么说，事不能这么做。马首是瞻，瞻的是路，不是人。路对了，人自然跟着。素材护卫队上交弩机，以安朝廷之心。这个姓裴的啥意思？护卫队可是咱们的命根子。哥，裴大人说的对，朝廷猜忌，咱们得避嫌。避嫌避到最后，就是毙命。可朝廷的刀，朝廷的刀悬在头上，咱们不能让刀落下来，也不能让刀觉得咱们怕他。那咋办？裁还是不裁？二叔，要裁得让朝廷放心，不裁得让朝廷安心。回裴大人，裁不得，剿不得，变得。苏义臣，这八字裴大人能懂？裴大人懂不懂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朝廷懂不懂。崔公，沙州愿与崔氏共进退，朝中之事，还请崔公多多美言。苏胜这小子倒是会求人。回去告诉苏胜，崔氏说话从不白说。崔公，沙州的银子，崔氏的嘴，这是老规矩。老规矩？苏胜现在翅膀硬了，还认老规矩？崔公，翅膀硬了也得有风才能飞，崔氏就是风。怒气融了，马匪来了怎么办？二叔，马匪知道沙州还有自卫队。那真来了呢？二叔，真来了，锄头也是刀，融的是铁，不是蛋。苏义成，这便是自卫队。大人，商团护甲不足为虑，沙州的安稳靠的是朝廷的恩德。苏义成，本官听说沙州曾有弩集，大人明鉴，弩集是防马匪，马匪少了，弩集就融了，化作农具，造福百姓。朝廷要的是百姓安居乐业，沙州不敢违逆。岁贡从3000两涨到8000两，这是要咱们的命！二叔，朝廷要面子，咱们便给面子，面子能换5000两的安稳。银子都没了，还安稳个屁！二叔，这叫花钱买平安，银子没了可以再赚，命没了赚不回来。哥，这8000两从哪儿出？从商队身上出。商队能愿意？不愿意，那他们就别走私路。朝廷恩德，岁贡增至8000两。沙州感念皇恩，护航费涨半成，商队分担。苏义臣，朝廷的岁贡凭什么让咱们出？是咱们一起出。朝廷收的是沙州的税，沙州保的是商队的路。苏义臣，半成可不是小数，半成是少数，但沙州的安全是大数。没有沙州，商队过得了马匪，过不了沙漠。路通了，大家都有银子；路断了，大家一起喝西北风。胜儿，朝廷的银子咱们铸成牌子，又挂回自己门上。爹，朝廷的刀咱们借来切肉，
刀是朝廷的，肉是咱们的。圣儿，朝廷要是知道，爹，朝廷知道的是该知道的，不知道的是不该知道的。朝廷得银子得面子，沙州得实惠得名声，这叫各取所需。苏一成，长安的铁料断了3个月，库存见底，这刀打不下去了。咱们不靠长安，靠自己。苏一成，咱们连像样的炭都没有，怎么炼？以红花籽油淬火，以沙米秸秆制炭，以水利鼓风。3月为期，沙州铁器要反超长安。苏一晨，咱们这些粗人哪懂什么革新？不懂就学。沙州的人不是生来就会造城墙、发金券。沙州不养闲人，更不养懒人。苏一晨，成了！这刀比长安的还韧，成本降了，售价再比长安低5成。5成？那咱们赚什么？赚的是长安的铁匠铺关门，商路是咱们的。苏胜，你忘了咱们的合作？崔公，沙州的路得自己走。沙州离了崔氏能走多远？崔公，沙州能走多远？不劳您费心。但崔氏的东市少了沙州的铁器，怕是也要走慢几步。你这是在威胁？崔公，苏胜想说，合作是2条腿走路，一条腿断了，另一条腿还能走，但一条腿想绊倒另一条腿，那就都走不了。骨头硬了，门阀的手就掐不动了。崔公，沙州铁器质量反超，价格又低3成，咱们的货卖不动了。咱们的卖不动，那就让沙州的铁器好到有毒。沙州铁器掺假有毒，用了会断刀伤人。崔公，此话当真？本官在长安从不妄言，诸位且记，便宜没好货。今日沙州铁刀斩长安铁刀，这一刀斩的不是长安铁，是谣言。苏一坤，这证书值多少？阿里，证书不值钱，但丝路诸国认的是波斯商人的嘴。崔公，沙州铁器3成分销权归崔氏，但需崔氏在长安为沙州证明。苏胜，你让本官自己打自己的脸。崔公，脸是自己的，银子也是自己的。哼！崔公，沙州不想独赢，只想共赢。共赢？你赢的是银子，本官赢了什么？崔公，您赢的是沙州的尊重，尊重比银子重，也比银子轻。小生，崔岩真成了朋友。二叔，崔岩不是朋友，是暂时不咬人的蛇。蛇不咬人，不是因为不想咬，是因为知道咬了会死。苏一晨，医馆不堪重负，1天20个已是极限，再这样下去，伤员没救过来，大夫先累死了。大夫，沙州的医不能只治伤，得治命，但治命之前得先治人少。建立丝路医学院，课程分3科：外伤急救，针对伤对刀伤、骨折、疫平防治；针对沙漠热病、瘟疫、草药辨识；针对丝路沿线药材。苏一成，胡医无纲，草药乱用，这离经叛道啊！大夫，救命的医术没有经，只有道，道就是活人。苏一成，胡医的方子，中原人能用，药不分胡汉，能救人就是好药。苏一晨，
这医行费值1000金。救命的医术不值1000金，值1条命。苏逸尘，这些学徒靠谱吗？靠谱不靠谱，商队说了算。救活了，医行费照付；救不活，医行费退还。沙州的规矩，银子是买命的，不是买药的。药无效，银子退。圣儿，御医要是回京，说医学院是邪术。爹，邪术救人，正道杀人，您选哪个？苏逸尘，这教材胡医无纲，草药乱用，17条谬误，老夫一一记下。张公，请自教。其一，胡医缝合不用针线，用羊肠，污秽。其二，草药配伍，君臣不分，乱来。其三，张公，请看，这是沙州3个月的医案，胡医缝合的伤员成活率90%，中原郎中的伤员成活率70%。张公，您选哪个？17条中12条可商榷，5条确为沙州独创，老夫佩服。张公，医术不是争输赢，是救人。沙州愿与太医院共享教材。苏逸尘，你就不怕太医院学了去，反过来？张公，医术是救人的，不是藏私的。太医院学了，救的是中原的人；沙州学了，救的是丝路的人。人多了，路就宽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胸怀比长安的御医还宽。苏逸尘，老夫回京上奏皇帝，沙州医术可补太医院之缺。张公，上奏是您的本分，但朝廷的人有太医院，丝路的人只有沙波。爹，孩儿命人仿制100块记事匾额，分赠丝路诸国医馆。圣儿，这是欺君！爹，朝廷认可了，孩儿只是让认可走得远些。朝廷知道怎么办？爹，朝廷知道了会高兴，因为诸国挂的是朝廷的匾额，认的是朝廷的恩。学制3年，学费100两，包食宿。毕业后需回国服务3年，方可自由行医。苏先生，3年服务若本国无医馆，沙州出技术，本国出银子，建好了你是第1任馆长。苏先生，这能赚钱吗？救的人多了，银子自然就来了。苏先生，3年后我们能来沙州行医吗？能，但得按沙州的规矩来，救人第1，赚钱第2。苏公，高昌全境商路对沙州商旁免税通行。瘸王，我想要沙州的葡萄酒，加上高昌的葡萄。苏公，高昌葡萄是根，离了高昌的土活不了。屈王，土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高昌的匠人去了沙州，葡萄还是高昌的葡萄，只是长在沙州，种子、匠人全给你。但天下第1的牌子，高昌要挂1半，高昌1半，沙州1半，酒还是一整坛，喝的时候不分彼此。哥，这阵仗比迎亲还大，高昌王真舍得。高昌王算得清，100个匠人换天下第1的牌子，牌子响了，高昌的葡萄就响了，银子也就来了。此人妄想吞并西域。大人，苏胜不过是个义称。你见过哪个义称能让高昌王送种子送匠人？此人是丝路之主。丝路之主？丝路之主是丝路诸国认的，不是朝廷封的，认了就改不了了。苏玉成，这酒色如琥珀，香飘10里，酒香不怕巷子深。咱们要办的是让天下人都来闻。今日品酒，10碗10国，1名而饮，得票最多者为酒王。苏逸尘，1名而饮，如何保证公正？公正不在碗，在人心。苏逸尘，这酒王可有奖赏？酒王不是奖赏，是名声，名声比金子重。
丝路真酿9票当选9王，唯一反对票来自长安崔氏。苏逸尘，这投票是匿名，但结果是公开。崔氏反对是崔氏的眼力，9票赞成是9国的眼力。眼力有高低，但9只有一坛。崔公，9王称号崔氏挂一半，条件是崔氏在长安开设丝路真酿分号，专供皇室，利润30%归崔氏，70%归沙州。30%，崔氏的门面只值30%。崔公，30%是利润，门面是名声。名声响了，崔氏在长安的地位可就不是30%了。拒绝则显得崔氏小气，接受则替沙州打开了长安最高端的市场。苏胜，你好算计！陛下，此酒，崔卿，朕喝过长安的酒，也喝过西域的酒。长安的酒喝的是面子，西域的酒喝的是里子。陛下，里子能当饭吃？崔卿，里子能让人活着，活着的人才能给朝廷纳税。苏胜，这一局你又赢了。苏掌柜，皇室采购千坛，库存不够了。从沙州调，3日之内必到。苏掌柜，这酒真有那么好？好不好，看排队的人。哥说对了，长安是崔氏的场子，不是咱们。沙波全面扩建，目标丝路之都。丝路之都比长安还大。二叔，是比长安活，长安是死的，丝路是活的。胜儿，扩建银子从哪儿来？爹，银子从商队来，商队从路来，路通了，银子自然来。3年之内，我要让那片沙地变成比长安还大的城。鳖撒区、大蛇区、高昌区、秋瓷区各设本国风格建筑，本族律法仲裁，本币兑换处。苏逸尘，我鳖族金币换你沙招铜钱，谁说了算？沙招说了算。今日汇率，明日公示，后日不变。苏逸尘，本族律法仲裁，那高昌的刀算不算法？高昌的刀在高昌算，在沙州刀归话归理。苏逸尘，本族律法仲裁是什么意思？秋瓷人跟秋瓷人吵架，按秋瓷的规矩了；秋瓷人跟鳖糟人吵架，按沙州的规矩。规矩谁定的？规矩只有一条，不得械斗，不得欺诈，不得私通马匹，违者逐出沙州，永不复入。沙州的规矩是大家守出来的，守得久了，就成了规矩。这个苏胜比我想象的还难对付。大人，此人不过是个议程。你见过哪个议程能让诸国商人跪地称臣？苏一成，此人每日出入铁匠铺马市，问的不是价钱，是产量。问产量的人不是商人，是军人。抓！抓一只狐狸，惊一群狼。去请他到我的酒窖做客。是。安兄远道而来，不知所谓何事？苏公如此势大，朝廷不忌。朝廷忌的是造反的人。我赚的钱，朝廷分3成，为什么要忌我？苏公，3成够朝廷塞牙缝。安兄，沙州1年3000两，朝廷嫌少；沙州1年3万两，朝廷就不嫌了。苏公，此话怎讲？安兄，朝廷嫌不嫌，不是看银子多少，是看从哪儿来。从沙包来，朝廷不嫌。苏公，瀛州若通商路，瀛州若通商路，沙州欢迎，但得按沙州的规矩来。瀛州是朝廷，不是沙州。安兄，瀛州是朝廷，但商路是沙州的。朝廷的瀛州走沙波的商路，就得按沙波的规矩。安兄，瀛州苦寒，酒暖身，信中写了沙州的规矩，安兄回去看看，合适就来。不合适如何？酒还是酒，朋友还是朋友。苏公如此，安某先告辞了。此人要么为友，要么必杀。苏逸尘，
可汗愿以公主嫁你，换沙州中立，不助高昌。可汗的公主金枝玉叶，苏胜一介义臣，高攀不起。苏义臣，可汗要的是安全，不是面子。安全不是靠联姻换的。沙州与突厥可以互设商馆，突厥的马匹和皮毛，沙州的铁器和丝绸直接交易，绕过长安中间商。直接交易，利润翻倍。长安中间商抽30%，沙州只抽1%，1%是税，9%是你的。翻倍，可汗会心动。但可汗要的是安全，不是银子。沙州护卫队不北上突厥境内，但突厥商队入沙州300里，我保平安。苏玉臣，300里够吗？使者，300里是沙州的地盘，除了300里是突厥的地盘，突厥自己保。苏义成，那这商馆谁管？各管各的，但商馆的规矩是沙州定的，靠大家来守。胜儿，突厥与高昌是死敌，你同时跟两边做生意，不怕他们？爹，怕不怕得看咱们手里有没有绳子。胜儿，绳子是什么？爹，绳子是商路，商路在咱们手里，两边都不敢断，咱们就安全。裴大人，苏胜私通突厥高昌，形同割据，该当何罪？苏胜每年向朝廷缴税银5万两，比凉州还多10倍。你治他的罪，谁来填这个窟窿？裴大人，5万两是银子，但割据是祸根。银子能买一时安稳，买不了一世太平。御史大夫，一世太平从哪儿来？从丝路来，丝路断了，5万两没了，一世太平也没了。速断一方，以安朝廷。回裴大人，断不得。断了高昌，丝路北道绝；断了突厥，战马来源绝。朝廷要的是丝路畅通，不是丝路断绝。苏一科，朝廷要的是忠心。忠心不是断出来的，是连出来的。哥，这5万两，咱们自己留着不好。 5万两银子交给朝廷，就是忠心，忠心比银子重。哥，给了5万两，咱们还剩多少？朝廷拿的是死银子，咱们拿的是活商路，商路在，银子就在。准其自治，但需年报。朕要的是税银按时到，丝路不断绝。陛下，苏胜此人，朕知道。朕不知道的是，除了苏胜，谁能替朕守着丝路？乙弟，年报写的什么？哥，写商队数量、交易额、税银、流民安置数。不够，还要写朝廷的恩德、皇帝的圣明、崔氏的功劳。崔氏有屁功劳？二叔，崔氏有嘴在长安，能替咱们说话。哥，年报写了崔氏的功劳，崔氏真会帮咱们。乙弟，崔氏帮不帮，不是看咱们写了什么，是看咱们给了什么。苏胜这小子倒是会做人。崔公，年报里写的崔氏促成沙州与高昌通商，功不可没。功不可没？哼，本官只是顺手推了一把。崔公，苏义成知道崔氏要什么，年报干印后，崔氏的丝路真酿分号，利润再让1成。1成，这苏胜倒是大方。二叔，让朝廷的人赚钱，比让朝廷赚钱更重要。为啥？朝廷不说话，但朝廷里的人会说话，因为人有了利益，就会替你说话。小胜，朝廷的人信得过。二叔，信不过的人，有了利益也会做信得过的事。沙州之盛，乃陛下圣德所化。李清，朕之圣德倾能道出，去沙州吧，看看苏胜怎么替朕守着圣德。陛下，朕是要你去学习，学好了回来教朕。沙州需要人才，朕也需要沙州。苏义臣，听说在这沙州有沙州的规矩，能给我讲一下吗？李观察使，
沙洲的规矩就3条：赚钱、活着，别害人。哈哈哈哈！好，苏一成，看来我是来对了。苏一成，朝廷要的是忠心。李观察使，忠心不是嘴说的，是账算的。苏一臣，你这是把朝廷当商人。李观察使，朝廷不是商人，但朝廷的人都是商人。商人讲利不讲义，利到了，义就来了。苏一成，反之，义到了，利也就不远了。苏玉成，我来沙州之前，以为你是枭雄，是割据，是朝廷的心腹大患。那现在呢？现在，我觉得你是路标。路标？路标不赶人，只指路，路对了，人自然跟着。李观察使，路标是木头做的，风一吹就倒，但路是风吹不倒的。客官，好眼力！这刀斩长安铁器，长安的断，咱们的无损。听口音，你是凉州人？是，那年老家遭了灾，逃难至此，学了手艺，如今月入3两，比凉州时还多。苏公给了地，给了粮，还教手艺。如今我娶了媳妇儿，生了娃，娃在学堂念书呢。学堂？流民的娃也能念书？能。苏公说，沙州的娃不分流民还是土著，都能念。念好了，进议臣署当差，比老子还强。流民变议员，好手段。这位客官要进来听吗？先生，这孩童也是流民。是。3年前饿倒在城门，苏公给了粮，给了地，如今能识字算数，将来进议称署当差。先生，您也是流民？我是长安落底的秀才，考了3次进士，没中，来沙州投奔苏公。他说沙州需要教书的人，我就留下了。留在沙州不后悔。在沙州我有屋住，有米吃，有学生敬，后悔没早点来。哥，李观察使来了。苏公，朝廷派我来是要找你的把柄，但我找了3天没找到。沙州的把柄就是太透明，每1两银子，每1匹马，每一个流民都有账可查。透明是把柄，也是盾牌。朝廷想动你，却找不到理由。李观察指，理由不重要，利益才重要。你在沙州住1年，看看朝廷能不能离开沙州。苏公，1年太长，朝廷等不及。等不及，就派人来杀我。杀了我，沙州还在，规矩还在，商队还在，朝廷还是离不开沙州。苏公，您就这么确定？因为沙州不是苏胜的，是大家的，大家离不开，朝廷就离不开。苏公，1年之后，我若还是朝廷的人，你杀我；我若成了沙州的人，你信我。小哥，歇会儿，这活不是读书人干的。苏公说，不做买卖，不知利薄。我来看看利有多薄。这小哥是不是苏公派来监视咱们的？你见过监视的亲自搬箱子？这是长安来的贵人，来体验咱的苦。我不是贵人，我是来学做买卖的。学做买卖，那得从算账学起。李观察使，您这算术比张巡还快。苏二爷，沙州300户，岁收红花6000斤，葡萄酒3万斤，沙米2万斤，这些都是流民种的。是，3年前还是荒地，如今比长安的田还肥。二爷，您说沙州的流民比长安的百姓还富？富不敢说，但饿不着，懂不着，娃能念书，老人有医，这日子比长安的佃户强。李观察使，这活苦，您回屋暖和去。黑风队长，3年前你是马匪，如今是护卫，这转变苦不苦？
苦但踏实。以前抢的是命，现在护的是饭碗。饭碗端稳了，比命重要。那以前抢的人，现在护的人，见面不尴尬？以前他们怕我，现在他们敬我。敬？对。以前抢完夜里做噩梦，怕人寻仇；现在护完夜里喝小酒，有人送肉。这日子，以前想都不敢想。陆胜，你变的不是人，是人心。沙洲模式可推广至凉州、甘州、肃州，以固西域。陛下，苏胜私蓄武装，割据西域，干预藩邦，此敖不除，后患无穷。薛沙洲收兵权，迁苏胜，以儆效尤。陛下，沙州岁贡10万两，丝路畅通，商队云集。薛沙州，西域必乱；保沙州，扩商路，增岁贡，以安边地。裴青，你怎么看？陛下，沙州是朝廷的银子袋子，也是朝廷的刀，刀柄握在苏胜手里。但刀刃对着突厥，对着马匪。裴公，刀柄在苏胜手里，万一他调转刀头对准朝廷呢？苏胜调转刀头对朝廷，朝廷在长安，他在沙州，粮草从哪儿来？兵马从哪儿来？召李泌回京面圣。苏公，我回京不是为你说话，是为朝廷说话，但朝廷听不听，看你的运气了。李公，运气是赌出来的，我不赌，我只种树，树大了，风来了。也吹不倒。李泌，你在沙州1年收了苏胜多少豪铺？陛下，请看，这是沙州年报与凉州年报。陛下，年报不是苏胜写的，是张巡写的。张巡是沙州通宝总账房，每一笔都有据可查。陛下若不信，可派人去查。陛下，沙州之胜非苏胜一人之功，乃规矩之力。规矩成则人聚，人聚则财聚，财聚则国稳。消沙州等于消规矩，消规矩等于消人心。封苏胜丝路都府，从3品，统管西域商贸、治安、外交。陛下，那兵权，但不得私聚超过3000人的武装。3000人，他现有5000，才2000等于没才。大人，3000人是朝廷的底线，底线之上是苏胜的本事，底线之下是朝廷的脸面，两全其美，何乐而不为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特封苏胜为丝路都护，从3品，钦此。护卫队才至2900人，多余人员转为商团护验、工坊匠户、农田劳力。苏都护，这就裁完了？编制变了，人不变，想不变，训练不变。使者大人，朝廷要的是数字，数字我给了，人要活着，活法我定。你哥这手高，没才实力。朝廷要面子，咱们给面子；朝廷要里子，里子还是咱们的。使者大人，一路辛苦。苏某备了薄酒，请入席。丝路通宝统一货币，取代各国杂币，以沙州信用背书。苏都护，您这通宝值多少？1两通宝兑1两白银，沙州信用担保，永不贬值。2. 丝路法典，统一商法，各国商人在沙州受同一律法约束。高昌的商人按高昌的律法治罪，在沙州按沙州的律法，回高昌按高昌的律法，沙州的律法只保沙州的公平。3. 丝路驿路，统一道路标准，拓宽硬化设驿站，300里一换马，500里一歇脚。要花多少银子？花的银子从商税里出，路修好了，商队来的更多，税更多。3年回本，5年盈利。高昌愿先试行，归渠也愿。苏胜，这是在用银子买我的江山。可汗，那咱们聚了？先看看，看他能走到哪一步。护航费涨了1倍，这趟买卖白干了。用通宝啊，护航费不涨。可汗不是说不准用吗？可汗不管咱们饿不饿，这趟亏了，娃的冬衣就没了。商队私下都用通宝了，
本汗的脸往哪儿搁？可汗，商队要赚钱，用通宝省银子。断商路，让苏胜知道谁才是草原的主人。可汗，商路断了，苏胜的商队可以走南道，走北道，咱们的商队没地方走啊。苏公，突厥可汗欲断商路，您这封信，李公，信上只有一句话，一句话，一句让可汗睡不着的话。苏胜，这是在威胁本汗。可汗，咱们部落30万人，靠商路换粮食，商路断了，沙州有粮，咱们没粮，30万人吃什么？传令下去，商路重开。我堂堂突厥可汗，竟被一个小小义臣逼到这份上。苏都护，木默是我大使子民，按大使国律，可用血金赎命。使者，血金赎命，赎的是大使的命。在沙州，他杀的是波斯商人，按沙州律法当斩。苏都署，求您为我家兄弟做主。苏都护，引渡，我大师愿引渡此人回国受审。血金一交，人回大师。波斯商人的命，谁偿？苏都护，大师的血金很高，够波斯商人全家过一辈子。我不要血金，我要偿命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大师的事轮得到你插嘴？使者，在沙州不守规矩的人，才算不上东西。引渡可以，但需大师承认沙州仲裁权。今后大师商人在沙州犯法，沙州可先行裁决，再通知大师。这等于让大师让渡司法权，不是让渡，是分工。沙州管沙州的事，大师管大师的事。木默在沙州杀人，沙州先判，回大石，大石再判，两不耽误。苏都护，若大石不答应了，不答应。木默就在沙州。苏都护，您这是在逼我？我只是在讲道理，道理讲通了，大家都好；讲不通，那就按规矩办。木默杀的是波斯商人，波斯若知大师包庇，两国商路。苏都护，波斯那边，波斯使者昨日来函，说若沙州不公，波斯商队将改走北道，绕开沙州。使者大人，这损失比让渡司法权大还是小？准意。都护，朝廷只拨了10万两，这路修得完吗？二叔，朝廷的银子是种子，咱们的银子才是庄稼。种子不够，向有钱的人借。钱没有国界，只有利息。崔氏认购30万两，高昌认购20万两，突厥认购15万两。突厥使者15万两，可汗舍得？苏都护，可汗说这钱不是借给沙州，是借给丝路。丝路通了，突厥的皮毛马匹能卖更多，这账可汗算得清。请转告可汗，债券到期，本息1分不少。苏都护，沙州竟向敌国借款。使者大人，突厥买了债券，就是沙州的债主，债主会希望债入人死吗？可突厥是敌国。使者大人，敌国也是国，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突厥借给沙州15万两，每年收利息7500两。您说，突厥是希望沙州活还是死？二叔，这条路修通之日，从长安到罗马将再无阻隔。罗马，那得走多远？二叔，路是走出来的，不走永远到不了，走了总有一天会到。苏都护，我们来自罗马，走了2年才到沙州。2年？那回去呢？若商路通畅，1年可回；若不通，可能永远回不去。永远回不去？为什么？丝路太危险了，沙漠、马匪、疾病。我们这一队出发时20人，到沙州只剩12人。这比君士坦丁堡还繁华。繁华是表象，规矩是底子。罗马商人来沙州，守沙州的规矩就能赚钱。什么规矩？公平交易，不得欺诈，尊重律法。罗马的律法与沙州不同，在沙州只有一部律法，丝路法典，罗马人也不例外。苏都护，罗马是帝国，沙州是驿站，帝国的律法比驿站的律法更高。回罗马按罗马的律法，但在沙州按沙州的，这是规矩，也是尊重。苏都护，我尊重您的规矩，但我也希望您尊重罗马的商人。尊重不是给的，是赚的。罗马商人守规矩，沙州就尊重；不守规矩，沙州也逐。皇帝驾崩，太子年幼，朝中大乱，速归长安辅政。辅政？辅谁的政？太子的还是太后的？
二叔，从今日起，沙州进入自保状态，关闭外城门，商队只出不入，护卫队全员戒备。朝廷乱了，咱们不趁势？咱们是边地，不是中枢，介入太深，引火烧身。最好的做法，表忠心，但不行动。哥，那谁去长安？李密。李密，他不是朝廷的人吗？是朝廷的人，所以才派他去。朝廷的人去，朝廷才信；咱们的人去，朝廷会猜忌。沙州都护苏胜，愿以丝路之兵为朝廷之安。苏胜不亲自来，派个观察使来哭灵，这是忠心还是敷衍？苏胜手握3000兵，岁贡20万两，他敷衍，朝廷也无话可说。朝廷需要沙州，但信任需要时间。新朝出力，藩镇跋扈，削藩之事，先从何处下手？太后，藩镇在北，沙州在西，北藩拥兵自重，西州岁贡10万两。沙州，那个流放之地。正是，沙州虽非藩镇，但丝路都护统管西域，形同割据。太后，沙州势大，不可不削。削沙州，收兵权，迁苏称，以儆效尤。太后，沙州岁贡10万两，抵得上3个藩镇。削沙州，西域必乱。裴青，派使者赴沙州，宣苏胜入京，共商国事。小生，朝廷召你入京，去不去？不去。那你这可是抗旨？不是抗旨，是称病。二叔，您带我去。我？对，到了长安，只哭，只跪，只谢恩，别的话一句不说。臣侄苏胜病入膏肓，恐不能再见天颜。沙州一切愿交换朝廷。苏胜病得这么重，卧床3月，骨瘦如柴，臣怕他熬不过这个冬天啊！苏爱卿，忠心可见，退下吧。苏爱卿，沙州的城墙谁建的？城墙是臣建的，不，臣侄建的，不，臣也不知道谁建的，反正能挡住马匪。苏爱卿，你懂政务吗？不懂，臣只是病人，我是粗人，朝廷的事不懂。裴青，这苏贝是真傻还是装傻？太后，真傻也好，装傻也罢，苏胜不来，苏贝无用，杀苏必苏胜反，留苏必苏胜敬，不如赐爵放归。赐爵？钟永博虚名而已，换苏胜一份心安。也罢，那就这么办吧。小生，这玩意儿比咱们的铁印还轻。二叔，轻是轻，但挂在城门上，朝廷的刀就砍不下来。胜儿，我这3个月的表演有赏吗？赏您一坛丝路真酿，不醉不归。苏胜以退为进，比进更难对付。苏胜不来，本宫就派人去，以犒赏丝路功臣为名，派监军入驻沙州。太后，派谁去？于朝恩，年方20，精明狠辣，最懂察言观色。苏都护，本监军奉太后之命，查沙州军政。于监军，沙州无军政，只有商政。商政繁杂，监军辛苦，先歇息几日。苏都护，这酒比长安的还烈，烈的是酒，甜的是心。于监军，沙州的酒敬的是朝廷的人。苏都护，您这沙州比长安还热闹。监军请看，楼下那些商人，鳖撒、大泽、高黄、丘图，都是冲着沙州的规矩来的。好，好的很。沙州繁华，苏胜忠诚，无异常。城墙、弩机、护卫队都无异常。太后，沙州确实无异常。城墙是防马贼的，弩机是挂着的，护卫队是商团护院，拿的是木棍。苏胜，你下棋如做人，步步为营，从不冒进。裴公，棋如人生，
冒进者先死。但人总会老，局总会变。100年之后，沙洲怎么办？沛公，沙洲不是我的，是规矩的。我死了，规矩不死，规矩在，沙洲在。可规矩是人定的，也是人破的。沛公，规矩是人定的，但也是人守的。这一子我输了。沛公，这盘棋您破不了，因为您也是棋子。苏胜已非人臣，但朝廷离不开他，他也离不开朝廷。这局棋还得下去。沛公，下到何时？下到一方先死，或者两方都活。胜儿，你无后，沙洲传给谁？爹，沙洲未稳，不敢有驾。沙洲人口10万，商队过万20万两，还不稳？爹，稳的是银子，不稳的是人心。那什么时候才算稳？等规矩稳了，人就稳了，人稳了，家就有了。爹，苏氏的血脉在学堂里，那些孩子长大了就是苏氏的人。沙洲学堂优秀毕业生可直接进入义琛署医学院铁匠铺管理层。胜儿，这是把苏氏的权分给别人。爹，是传给规矩，不是传给血脉。苏公，我这条命永远是沙洲的。沙洲只是给了你活命的机会，你的命是你自己的。苏公，通宝的账目有问题，有人私铸假币，数额达万两。谁？线索指向沙洲内部。指向谁？指向老族人。证据。3月15，同一批通宝流入市井，成色却跌了3分。我追了源头，发现中间经了老族人苏禄之手。这是苏洛签的押，这是假币的熔铸痕迹对比。万两假币流出去多少？已追回4000两，还有6000两散在诸国商队手里。诸国商人若发现假币，沙洲的信誉就毁了。苏公，若这规矩塌了，商路就塌了。继续查，但是没有铁证，不许动人。明白。苏都护，这账让我们查。沙洲的账是大家的账，大家查才公道。若这账里有假，我苏胜第一个赔。但沙洲的规矩，不护短，也不冤枉人。苏都护，我手里有300两天宝，昨日发现成色不对，若查出来是假，这300两谁赔？这里是追回的4000两假币，按成色熔了重铸。大赦商人的300两，苏公自掏腰包，先垫真币，查清楚之后，该谁赔谁赔。苏都护爽快。诸位，沙洲立规矩3年，今日出了假币，是我苏胜治下不严，但规矩坏了可以修，人心散了才难聚。苏伯，您跟着我，从流放那天起，到现在多少年了？10年了。苏伯，我教您识字，教您算账，让您管着通宝的第一道熔铸，您倒用我教您的本事私铸假币，数额万两。我一时糊涂，我对不起全族。将苏卢逐出沙洲，永不复入，但其家人未参与，不予牵连，继续在沙洲生活。苏公，他坏了规矩，为何不杀？杀一人，寒百人之心；逐一人，暖百人之心。人心比银子贵。苏公，旧部不服管束，欲反，请命剿灭。黑风，你去剿是刀兵相见，我去谈是杯酒谢兵权。苏公，马匪凶狠，
您去太险。3年前我一人去你的营地时，险不险？险，但您赢了。这次我也会赢，因为我给的是他们想要的。苏公，今时不同往日，如今那伙马匪足有2000，他们的新换头目是个不讲规矩的亡命徒。亡命徒才怕死，讲规矩的反而难谈。苏都虎不怕死，我来是给你们活路。我们当马贼活得挺好，风吹日晒，刀口舔血，夜里做噩梦，这叫挺好。那您的活路？入沙洲为商团护院，月俸3两，冬有棉衣，夏有饷，老了有医馆养着，死了有祠堂供着。苏都护，我们只会抢。你们会骑马，会射箭，会带兵，这些本事用来抢是浪费，用来护是积德。若是不来呢？明日黑风队长率3000人踏平此地。苏都护，我们听您的。正儿，沙洲比长安还大了。二叔，人多了，地就大了。圣儿，诸国称沙洲为丝路之心，而非大唐边地，朝廷会怎么看？爹，朝廷既喜且忧，喜的是银子，忧的是失控。沙洲势大，如何处置？太后，沙洲之事已非朝廷可削，唯有承认其特殊地位。特殊地位？以丝路自治剧之名，行朝廷宗榜权之实。那苏胜该如何？苏胜世袭丝路都护，统领西域，但需每岁入朝觐见。准奏。奉天承运，太后懿旨，沙洲为大唐丝路自治领，苏胜世袭丝路都护，统领西域，钦此。臣领旨。但臣有一请，入朝可以，但沙洲的规矩不能改。朝廷使者苏都护不跪，只拱手，还说规矩不能改。准。哥，长安比沙洲还热闹。热闹是虚的，规矩是实的。长安的规矩比沙洲复杂，复杂了就容易出错。苏都护，沙洲如此势大，可想过自立？崔公，自立是死路，朝廷一根手指就能碾死沙洲。苏都护，您这沙洲朝廷撵得动？撵得动，因为沙洲的粮、铁、盐都从内地来，断了供给，沙洲就是孤岛。那您为何不反？因为规矩已经传下去了，朝廷需要沙洲，沙洲是朝廷的。苏都护识时务，崔公识大局。你这一生图什么？图一个让流民有地种，让商队有路走，让天下无饿死之人的世道。这世道太难。不难，图他做甚？你做到了。裴公，路还长，走到头才算做到。张坚，丝路都护印信就交给你了。苏公，我何德何能？你算术好，通律法，懂人心，这沙洲你来管，我安心。我不会离开沙洲，从今日起，我退归2县，出任沙洲的顾问。苏公，您不掌权了？权是暂时的，规矩是永恒的。张坚比我年轻，比我懂算术，比我更懂这个时代。时代变了。我那个时代需要挖井、种地、建城墙，张坚这个时代需要通宝、伐铁、易路。他懂，我不懂。哥，你后悔吗？从长安流放至此。3年前，咱们是罪人，流放沙包，等死。如今，咱们是主人，建成立规，活了下来。哥，可朝廷还是朝廷。朝廷管的是权力，沙洲管的是规矩。权力会换，规矩不会。